各位恶行从爱尔兰到契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小奸小恶 CK 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徐尔某。今天继续这个从夯到拉完了大排名系列的第7期。本期呢，我们要聊的是弓箭手。弓箭手性价比很不错，普遍呢克制伞兵，但是伞兵的属性吧，克不克制就这样了。包括护从在内，弓箭手一共有14个变种。视频上半部分呢，先来讲这个标准的弓箭手们，后半段再详细说些有意思的。按照惯例，依然是先请出弓箭手本手，伤害25，坚韧10，无追击掩护，克制轻步兵，也就是伞兵，在丘陵与树林中发挥更好，没有不利地形。这个呢，就是弓箭手类型的常态。弓箭手本身在这个类型中的表现呢，可以说是非常差了。虽然是最便宜的，但是编队实力垫底儿，性价比也不高。给到 NPC 有点牵强啊，但是可以作为基准，就放在 NPC 吧。第二位，我们来聊一聊印度弓箭手啊，波托底亚步兵。虽然说叫步兵啊，实则是弓箭手。这个最烦了，他不克制伞兵，改成了克制战象。印度统治者非常喜欢出这个，谁都喜欢出，导致呢想叠乐玩战象得去外地，或者等发展，能一次出够数量才好玩。再来看面板，伤害坚韧高了一点，追击掩护也有一些，价格非常便宜，只需要60块钱。抛开护从来看呢，性价比是弓箭手中的第1名，很唬人的样子啊。但是仔细看第2、第3、第4啊，也都差不多，编队实力也是名列前茅。不过吧，弓箭手的实力和性价比一样啊，这个都差不多。还有一个特点，波托底加在丛林中啊有非常高的加成，可以说是所有弓箭手中地形权重最高的兵士了。当然了，抛开地形来看的话也很不错了。综合考虑啊，再加上这个兵士啊在印度的表现来看，给到人上人的级别吧。这主要是弓箭手啊这个类型的水货太多了。第3位，荒野猎手，解锁于非洲西部的荒野狩猎传统。这个看性价比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荒野猎手呢与北欧的特色兵士不一样，3个开局的时间中，这里都是部落制啊，招募兵士也不花钱。即使1178年开局，荒野猎手在非洲西部啊也很好用，因为除了本身有很不错的30伤害之外，荒野狩猎传统本身还加了20%伤害。真要说花费的话，对吧，55块钱一队，和弓箭手一样，属于是最低的一档。综合评价，这个也给到人上人好了。第4位，尼罗河弓箭手。我们再来看看东非的特色弓箭手，这个和波托底加步兵啊非常像。首先说一下解锁期的传统啊，这个传统还蛮有意思的。介绍里说，狩猎场的建筑会强化弓箭手啊，我去看了一下，1级狩猎场加10%弓箭手的驻扎伤害和坚韧，4级是17， 8级是27，这个还蛮有意思的。传统本身还加了20%伤害啊，那就是36。在红泛平原作战加成与波托底加在丛林作战的加成一样，非常高。所以呢，如果玩家选择顺着尼罗河的红泛平原作战，那么北上攻打埃及那都不算吃力。只看传统与地形的话，尼罗河弓箭手在红泛平原将会有51伤害、29坚韧、20追击、20掩护啊，非常恐怖的数据了。木马里尊才45伤害、25坚韧了。那么可能有小伙伴要问了，那我打下了埃及之后，再往外的红泛平原，那就到巴格达了，那就不好用了呀。是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切木马里尊了。好了，综合评价还是给到人上人吧。虽然说比波托底加强了一些啊，但并非是质变。第5位，森林守卫，这个是解锁于丛林守望者传统，主要呢是在芬兰比尔姆这片，依然是主要用威望招募，这个不用怎么考虑性价比。周围的环境非常糟糕，芬兰立陶宛这边的话离北欧太近了，乌格尔比尔姆这边呢离游牧太近了啊。本身的质量呢也一般般，这个给到人上人都有点太牵强了， NPC 吧。第6位，马图坎战球，这个解锁于比尔姆、奥斯克、霞嘎斯和布里亚蒂这些游牧北面的文化。这个兵士呢和森林守卫的重叠度还蛮高的，像是比尔姆和奥斯克就同时拥有2个兵士，同时拥有呢不要紧啊，这个一对比就不一样了。虽然马图坎战球呢还有着自己单独的图标和兵士图，但是这个面板啊，就这么说吧，在加成最好的针叶林作战，伤害都没有森林守卫的白板高。至于南边啊，那可是游牧大草原啊，对吧？周边也很糟糕。综合评价给到拉完了。
第7位维格曼，北欧特色兵士，这个怎么说呢，真的很特色。首先呢，维格曼是所有弓箭手中唯一的一个坚韧大过伤害的，原因在于呢，维格曼是由迟钝步兵挡在弓箭手前面做保护，使得弓箭手不会被伞兵游泳袭击，并且方阵能够稳步推进的。兵士图里主要展示的也是方阵前的保护者，综合编队实力很差，倒数第4。作为弓箭手呢，内战时会被侍卫帮敌克制，外战你也不如用老兵和侍卫。1066和1178年剧本更是没有什么出场理由。综合评价给到拉完了。好了，这就算是过半了啊。接下来是后半期，该整点有趣的了。第8位依然是100%拉完的不法之徒啊，偷猎者，征召被排斥者决议解锁的，属性一般般，兵士规模依然是50，性价比和编队实力，这回还真没垫底儿，但仍然是给到拉完了，因为真正垫底儿的跟他可不是一个性质。第9位，请出垫底选手弩炮，东罗马帝国特色兵士，虽然听着像工程器械，但实则是弓箭手，35伤害，12坚韧，每个编队50，编队实力和性价比刚好比偷猎者低了一点。克制从伞兵改为了长枪兵与重步兵，这个比科伞兵强多了，但可惜是 0.5 倍克制啊，没有强多少。特点在于呢，每个编队加 0.1 的攻城进展，但是弩炮呢是弓箭手，破不了城防，还是要带攻城器械，没办法起到替代作用，所以呢，在东罗境内不太推荐出这个。真想玩的话，可以找其他军区借。如果其他军区借不来，那也可以出着玩，因为编队呢只有50，所以性价比呢远低于迟钝者和边防军啊。克制又是 0.5 倍克制，我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吧，给到 NPC 位置。第10位，连弩士，汉文化的特色兵士啊，诸葛弩。特点在于便宜，属性好，性价比很高，867年开局就可以用得到，而且有对弓骑兵的 0.5 倍克制。这个克制在旧版本啊是非常独特的存在。旧版本我记得只有在中世纪盛期的革新解锁的弩手才能克弓骑兵，解锁之前呢只有连弩士可以克制啊，弓骑兵真的是没有任何天敌啊，随意闯到横行。不过这是以前了，对吧？现在可以克制弓骑兵的兵士很多了，诸葛弩也没有那么独特了。不过呢，综合编队实力与性价比来看呢，连弩士也可以排到顶级。再进一步想，867年就可以用到了啊，那我觉得可以再高一级啊，排到夯也没有问题。第11位，弩手，解锁于中世纪盛期的高级造弓术革新，属于通用军事革新。1066年开局，要等到进入盛期再研究，这个是比较推荐的。再或者是1178年开局时，奥克、法兰西、山南和汉文化已经解锁可以用到了。弩手作为除了护从之外，弓箭手阵营中编队实力最高且遥遥领先的兵士，解锁时间并不晚。1066开局也就30-40年的事儿就可以用到了。克制重骑兵和重步兵啊，正常克制，弓骑兵 0.5 倍克制，单论这些评级就可以给到夯了。但是呢，给到夯更多的原因是因为评级最高就到夯，因为弩手虽然算是弓箭手，但是它有着自己所对应的勋号，这个勋号给的加成是弓箭手加成，而弓箭手的勋号加成啊也是弓箭手的加成，这使得本来面板就很不错的弩手可以吃2份护从的加成啊。至于护从呢，大家可以在前期的时候啊，比如说刚刚当上国王或者是公爵什么的，挑动封神叛乱，然后不围城一直打啊，刷这个勋号经验，很快就能刷到很高等级了。第12位，长弓手啊，解锁自威尔士和英格兰文化的长弓竞赛传统。这个兵士很有意思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个兵士是除了护从之外唯一会随着实力而变强的。首先说部落时期，长弓只有20的伤害和8的坚韧，接下来的每个时代都会加10伤害和2坚韧，到了晚期那就有50的伤害和14的坚韧了。编队实力甚至超过了连弩士、紧逼弩手。克制类型呢，除了伞兵之外还有重骑兵啊，很强大的克制。唯一美中不足的点在于部落时期和中世纪早期的实力和性价比啊太低了，只有在进入盛期之后才会产生质变。综合来看，放在顶级好了。第13位该说勋号了。先来看护从弓箭手，就这么说吧，部落时期和早期的护从弓箭手编队实力还没有连弩士强，花费可比连弩士贵多了。进入盛期之后啊，那倒是比连弩士强了，不过都到了盛期了，那要比也是和弩手比，对吧？弩手的编队实力 27.5， 盛期护从弓箭
2726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但是弩手更便宜，而且克制重步兵和重骑兵啊。那护从弓箭手这个双背伞兵实在是不够看，而且因为护从啊只能有一个编队，那这个评级我认为只能给到 VC 了。第14位护从弩手，肾气60伤害30坚韧，晚气70伤害40坚韧，这个面板就已经非常非常优秀了啊！至于克制，那要更棒了，对吧？重步兵、重骑兵双倍克制，弓骑兵单倍克制，这些就已经非常非常棒了。那更别提了，还有2个勋号可以给加成，弓箭和弩手2个勋号，不仅可以给予大量的伤害坚韧增益，而且还可以给双份的最大规模上限。维护费也能减2份啊，这个真的太爽了！大家喜欢叠乐啊，就一定要试试这个。至于评级啊，不用多说，肯定给到夯了。好了，到这里呢，所有的弓箭手就介绍完毕了。下一期是轻骑兵与骆驼骑兵啊。喜欢这期视频，请3连加关注。这里是徐人梦，我们下期见。